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 Sharon。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当上帝带领我们去走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印证？那个感觉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带领是出于神呢，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呢？那我觉得我会提供8个征兆，来透过我的经验来跟大家来分享。最近神对我有一个新的带领，那个带领就是其实搭配整个大环境越来越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很多的怎么样去突破现在的状况，来实际仍然去做神的工作。那把这样的一个事工变得网络化，再透过见证，所以神的带领很清楚，就是不但是开始去做见证，而且是固定的在网络上透过影音来做见证。那可以想见，这样的带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非常的突破我自己的舒适圈，是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而言是有挑战的。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征兆就是有一个清楚的想法或者是方向计划这个念头出现。然后第二个征兆就是有这个念头会开始挥之不去，持续不断的出现，然后就像是 haunted， 就是跟随着你，你就甩不掉它。然后第三个征兆就是也许会有环境的配合，或是有人员的出现，会令到这样一个带领的方向前进会变得相对自然而然。像比如说，对我而言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邀请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做一个见证，那刚好是在我感觉到这个念头出现，或是有这个带领出现的1个礼拜之内，就等短短几天之内，所以我就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好像是强化了这个印证，所以就感觉好像比较自然，好像一个环境在水流推着你去往那个地方走。然后第4个印证就是会有一些梦境的出现，或者是催化，会强化这个带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但是对我而言我是有的。然后第5个印证，第5个征兆就是不论是看到什么，都会觉得自己正在被说服或是被提醒好像要我来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朝着这个带领的方向来前进比如说我读到的经文，我看到的 YouTube video， 我读的书里面的句子，就是很多时候就会在那一刻看到，然后就开始说你为什么还不这么做呢？然后我举个例，就是今天早上我的灵修，我读到列王记上7章，然后读到第13到14节，所罗门王差遣了人往泰尔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泰尔人，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铜作。他来到所罗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来到王的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第6个征兆，就是心中会有不断的那个催促感。透过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那经文的反复出现，会觉得那个张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而且持续不断的，好像感觉被通气了一样。就如果你能够经验到说来自天堂的这个催促，好像猎狗般的追着你，然后让你跑不了，让你逃不掉的那种张力，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到这个时候如果像我曾经有一次经验，就是到时候我就觉得承受不住那个张力了，我就会在口头上，即使是就是承诺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我去做。但其实即使自己在口头上承诺答应要做这个改变跟调整，但是上帝会很清楚知道我到底有多少真心愿意，还是只是为了缓解压力在进行一个拖延的战术。
所以这个压力会一直持续。如果我不是说真的，我不是认真的，然后直到我自己完全的降服，说我会去做，我愿意去做，我去做还不行吗？对不对？直到我完全的降服，然后那个压在我身上那个重担压力就会突然之间减轻了，然后我会经历到一种来自灵里面的喜乐，就好像带来很多的安慰，还有鼓舞的力量。这是第8个征兆，这些征兆不见得会全部出现，也不见得会照着顺序出现，甚至就是可能其中几个，但是呢会反复的出现。但是呢，这些征兆就好像我感觉就像他们这样子，像波浪一样的不断的这样出现，然后感觉好像上帝在拨弄我心里面的那个心弦，就是不断的拨它，不断的拨它，然后呢，来帮助我，来引导我，来催促我，要和神的旨意来产生共鸣，一直到我降服为止。那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我们讲顺服神，好像是我们门徒的本分，但其实顺服神难的不是在于说顺服本身，难的是在于你在顺服的是自己不愿意做的。很多人说我愿意神带领，但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对不对？就是其实我喜欢做的，这是我已经决定我想要的，然后我觉得顺服就很容易，对吧？然后就问说，主，这是我要的，你愿不愿意让我去做？然后好像要神来盖章。其实真正的挑战在于说，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当我清楚我印证之后，我愿不愿意顺服？而很多时候这样子的顺服是我不愿意的，我心里不愿意往那个地方走。好，对我而言是有顺服的挑战。所以顺服神，明明不愿意，仍然去做，这才是真正的顺服。顺服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的过程，不舒服、不方便，甚至是很麻烦，但是却是我们该去的方向。所以透过这8个征兆来分享最近神对我的带领，以及我面对的挑战。那我知道这是第1个影片，一定不会完美，但没关系，我先有个开始，然后再慢慢的进步。接下来我会分享更多，就是我在决定顺服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思考的过程，我有哪些的顾虑，我会给自己什么样定位，然后我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会遇过的挑战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之后可以去慢慢来分享的。那透过操练这个，我相信自己也会越来越进步。好，谢谢。